Hello， 欢迎再次收看这样玩。今天要来开箱什么好东西呢？就是我们常常在用的安卓盒子，它是最新版本，我们的 Apple iBox， 但是它是 HDMI 版本哦。因为有时候啊，我会去外地工作嘛，在饭店很无聊，我就会想要拿着安卓盒子。之前我们都用小米嘛，或者是 Apple 的多媒体盒，那一台也不便宜嘛。就是到处移动，可是我又想在车上用，我又想要去饭店的电视上用，甚至在家里自己用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。来，这个就是最新的 Apple iBox。那这一台啊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HDMI 的插孔，那你看到它有一个7彩呼吸灯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这边呢，全部都是散热孔哦。这边也有散热孔哦，像它这一次加强了上下的散热，它是采用高通8核心，然后8G 加128，我觉得这就非常够用了，而且它是采用台积电6奈米的规格去制作成这个，我觉得很棒哎，而且很轻，它是一个可外接的版本。果酱，你摸摸看，我们已经开机那么久了，你摸摸看，来，你会觉得很烫吗？温温的而已，我觉得也就温温的。然后啊，这里一样可以插卡，一样可以插卡。好，这是 HDMI， 老板很贴心的，他附了一个 HDMI 的小转大的转接线，那一样可以插在这。这边一样插你的记忆卡，然后它有给你 Type C 的电源线。那像我5N Ioniq 5N， 它全车都是 Type C 的插孔。它也给你了一个 Type C， 然后另外一边是 USB 的插孔。总共给你3条线，有没有很贴心？有。好，那其实我必须要讲说，我体验了这一台机器，我觉得速度上真的又更顺更快。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下，因为5N 的软体它太先进了，它有时候会在一个摄影机自动启闭的时候。启动或关闭的时候，它摄影机是没有办法触发的。你记不记得我们是全车环境？全车环境的时候，我在用这一台最新的 HDMI 版本的时候，低速经过一些障碍物的时候，它有时候它的摄影机会黑屏，它没有办法正确的显示出来，这是它的缺点。然后我有跟老板讲，老板在上市之前去找到这个错误码，他也修正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地方。接下来。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的 iBox， 它可以开机之后，它可以一次启动非常多的预载的程式，但是这一台只能启动1个，然后它必须要联网连热点，它才可以同步更新最新的时间，这个都要先讲清楚，因为上一台跟这一台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软体落差。那在此时此刻，它给我们了一个不一样的界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我们开始，它就自动打开神盾照相机。神盾打开完之后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你看显示设定，它有2个不同的界面，一个是风格，一个是风格2。好。风格1的部分呢，我们按回去首页。风格1的部分，它就像我们以前的 CarPlay 一样。那如果我们今天切到风格2的部分，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风格2的部分，它就有很多的分割画面。好，一样可以在这里去做我们的快捷键设定，看自己喜欢用些什么东西。那一键就跳回来原车机的系统。一键又跳回去，左边这一排的部分就是你曾经使用过的 APP， 你短暂的记忆曾经使用过的 APP。假设我现在是切 Spotify 音乐好了，好，那你就会看到我 Spotify 跳进去之后，好，请看看哦，来，你看我从这边呢跳出来，按回首页，这里就会出现 Spotify， 然后我都会先设定好，我通常都是用这个，因为我平常一上车之后，其实我最常用的就是神盾、地图、Spotify、YouTuber， 其实就这些而已。我们的分页这一次是这个绿色的资料夹，你有没有发现？绿色的资料夹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。好，假设我分页，我切神盾，好，来看中间咯。
可以这样子拉过来拉过去，有没有很滑顺？对，有没有很滑顺？侦测启动，很神奇哦，超滑的。我就可以这样子很快速的。之前说真的，就是这一个大小的时候，比较没有办法切的那么漂亮、那么美。分割萤幕的时候，它的分割萤幕在这里，它也可以去做一个预设的大小的应用比例啊，3755。那我们这边都是用55。好，跳出来之后，好，接下来啊，你看到 HDMI 这里的设定，它一定开关，然后声音分辨率这边其实我觉得它的操作是非常直觉的。不会像以前一样，很多的 item 找不到选项。假设我今天我想要设定，我要去台中的星光三月，好，我就在这里直接点一下，好，请带我去台中的星光三月，有喽，哦，半个小时一样。那可不可以放大呢？好，我们储存。好，开始喽。往南走石甲东路，朝东美街前进。好，我们放大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非常的柔顺、快速？地图的反应也很好，有没有？对。我绝对不会说是因为我去 VCCT 贴消光犀牛皮的关系。对。好，我这边切掉。你看，这里有好多个很方便的选项。假设如果我们今天呢在行驶道路中，然后我想要快速切换我所曾经使用过的 App， 我就会按这个，它就会跳出所有的 App。那当然，它也很贴心的去内建了一个全部清除的选项。我给它点下去之后，它就全部都消失了。好，什么都没有。包括左边的这一排曾经使用过的记录，它也都消失了。这次在看所有的 YouTuber 或者是听所有的音乐，其实坦白讲，我觉得这一台 iBus HDMI 版本，它的声音又更好听了一些，觉得好神奇哦！怎么每一台听起来的那种声音的感觉又不一样？如果我觉得我要听更好听的音乐，我一定是接手机的蓝牙或手机的 CarPlay。可是这一次 HDMI 版本的，它这个 Spotify， 它内建 Spotify， 然后传进去车机里面，它的音质真的也还不赖耶。对，然后你看哦，这个反应我都觉得很棒，很不错。那假设我今天要切双画面，切这样，然后就同时可以启动，左边是 YouTuber， 右边是 Google Map。那我们再来去给它更大的负担，导航去中友百货。我们现在是在室内拍摄哦，然后接我手机的热点，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往北走石甲东路，朝东英日街前进。中间那个中字中的，我听媒体音量都是正常的哦。应该是说 Performance 那一台它并不是没有，我们再一次，而是对你来讲若有事。往北走石甲东路，朝东英日街前进。声音的部分也没有因此被互相拉扯，或者是甚至没有跳回来，我们的音轨。现在这一台的温度也微微的上来了，它也微微的上来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蛮 OK 的，还是蛮 OK， 蛮舒服的。对，其实它有一个很酷的功能，它可以外接 HDMI， 然后它可以单独输出一个萤幕过去。给另外一个小萤幕，其实你的副驾这边就可以有一个小的萤幕，它自己在看，它自己在用，它不会影响到你原生车机哦。这是一个蛮酷的一件事情。它现在是不是七彩灯？七彩灯它这边有 App 可以去控制它。我现在这个跑马灯呢，我现在用单色的啊，我现在红色就是红色啊，我现在绿色就绿色，它变换速度也很快。那我也可以用呼吸灯、渐层灯。它这边有一个贴心提醒说，彩灯打开的部分会增大它的系统电流，增加功耗。而且我觉得这个都还好。色彩速度变换的部分，它也可以有加减的速度节奏，让你去自己做调整。
甚至你可以直接关掉它，让觉得车子里面是更暗的。可是坦白讲，因为这个盒子它是黑的，所以在黑暗中你其实有点找不太到它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开着它没有关系。这一台 iBus 我觉得它在使用上外接 HDMI 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件事情，你自己要准备一个Apple 手机那种方块头去帮它接电源。因为我们在车子上面插的时候都是吃这个 Type C 嘛，不管你今天是用 USB 也好，或者是 Type C 也好，你都要给它一个豆腐头，让它去接在110的电源上，它才可以稳定的输出。它需要稳定的电压来供应它的输出。所以如果假设我们一样用 Type C， 其实我跟你讲真的，它大概过了可能1分钟，它就完完全全会跳掉，会重新开机，甚至没有办法开机。因为它的负载过高，所以你只要给它一个方块头外接的电源去接这个 Type C， 它就可以正常使用。速度方面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有快很多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上一台机器虽然4000多块，但是它可以提供4到5个预载打开程式。那我觉得在这部分，其实我还用的因为人总是懒惰嘛，所以我有跟老板讲说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后期请工程师修正一样开机的部分，给我们3到4个的预载程式，让我们不用再去一直点选。那当然，我的时间我也很希望它是跟着原车走，我不用接热点，不用接 WiFi， 它就可以自动更新。至少我们的摄影机软体已经修正了，低速碰到障碍物的时候，有时候会黑屏，实际上它有打开。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解决怎么办？请去 iBus 的官网下载最新的更新档，不管是上一个版本，还有 HDMI 版本，它都有释出修正档，你的摄影机都不会再度黑屏。OK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，下方可以留言，记得订阅我们，那我们也会把 iBus HDMI 版本折扣码放在最下面，那也会有我们的 LINE 的社群粉专，那也有我们的电车配件导购连结。我相信一个好的厂商，他会愿意去聆听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，然后慢慢的去调整，可以做到的他一定会做到。那我的工作有时候在车上，有时候在饭店，有时候在外地，甚至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，逢年过节，或者是去国外的时候无聊的时候，我就带着这一台，再带一个 HDMI 线，我就可以当做有一个数位电视盒跟着我走，所以我不用车子买一台，家里又买一台，就这样子咯。 OK， 拜拜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我们韩国车真的很好用的，叫做什么？靠呀，等一下 ，Apple iBus 的 HDMI 版本，没有，这次太长了。